他1个月工资只有300，却发明了能赚3亿的东西。想要彻底摆脱穷日子，加班到半夜的木村直奔附近的游乐场。停好车后，翻越栏杆的他心里明白，只要将发明放进摩天轮的1号舱，明天起就不用再发愁钱的事。安装好刚想离开，碰巧遇到巡逻的保安，幸运的没有被发现。木村迅速翻墙出了游乐场，开车时却发现钥匙不见了，觉得真是倒霉，只得返回。尽管找遍了摩天轮周围，依然找不到钥匙的影子，看来只能撬锁了。不巧这一幕被员工看见，看到木村撬锁的他，本能的以为是车贼，准备记录下车的编号。看到对方拿出记录本，害怕计划泡汤的木村只好用手电筒狠砸对方头部。第二天，警方正在勘察保安被杀的现场，游乐场的员工接到电话，电话里有人声称摩天轮里藏有炸弹，要求支付3亿以免游客受害。也就在工作人员觉得对方是在开玩笑的时候，就在这时售票厅突然爆炸，在场的游客四处逃散。看到这场景的古田灵机一动，怀疑杀保安和放炸弹的是同一人，或许是保安无意中破坏了他的计划，所以他才决定杀人灭口。古田这么分析，每次摩天轮停下，1号舱都会停在最低处，炸弹是否就藏在那里？这时古田发现众人目光都集中在远处，好奇的他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居然是他的助手金泉。金泉怎么会在1号舱？担心炸弹就在金泉旁边，古田急忙找来拆弹专家，而这个专家不是别人，正是昨晚的木村。古田本来想打个招呼，但突然被车轮印吸引了注意。当时保安死的地方正好有一模一样的轮胎痕迹。木村进屋后就对着摩天轮仔细观察，旁边的爆破队长也在指挥。金泉在座位下发现了炸弹，木村得知后马上问金泉身上有什么工具，因为炸弹在高空，只能靠金泉自己拆除。金泉听后赶紧翻找身上的东西，除了这些零碎的东西，还找到半片口香糖。木村说想要拆炸弹，除了口香糖最好有个金属发饰。古田听后愣了一下，因为金泉明明是个中年男子，哪来的发卡之类的东西？头发都快没几根了。木村刚才还通过望远镜观察了摩天轮，这话是不是随口一说？金泉开始描述炸弹的构造，但因为词汇不足，描述的让拆弹队一头雾水。木村不仅能画出炸弹图，还提出了实用的建议。古田的疑心越来越重，木村正指导金泉剪绿线，古田想阻止，但犹豫了，但已经来不及了。幸好剪掉绿线并没有引爆，但倒计时并未停止。木村说还要剪另一根线，金泉以为自己安全了，断了和队长的通讯，边哭边向女友报平安。拆弹队长焦急的冒烟，天上的金泉也依旧没有，发现自己仍处在危险当中。他用望远镜观察摩天轮，发现金泉下方还有个女游客被困。结合木村的种种可疑行为，古田决定设个圈套，验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回到办公室后，看着摩天轮的他忍不住吐槽，那个放炸弹的不是说要在12点前集齐赎金吗？莫非是因为工作耽误了引爆时间？木村意识到古田开始怀疑他，正好又找不到借口离开，于是假装生气，直接离开了现场。这正中了古田的下怀。木村一回到办公室，古田就兴冲冲地跟爆破组一起上门了，说炸弹已经被拆除。木村试探性的问最后剪断的是哪色引线，古田说是蓝色的。他话音未落，就接着说金泉这家伙还真走运。木村心里有点疑惑，因为他之前用望远镜看时，总觉得那个人是个女的。至于这种错觉，是因为木村找车钥匙时蹲在地上看到了轿厢上的月亮图案，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装炸弹的是金泉的轿厢，只有木村误以为是下面那个女游客。为何炸弹会换个位置？都是因为那天有个游客不小心把包落在摩天轮上，木村碰到的保安就是去找那个包，轿厢就在那时候调换了。木村回忆着什么，古田抓住机会说在炸弹周围找到了犯人的物品。木村坐不住了，但随即又放松下来，说炸弹其实并没有被拆，因为那位警员还在紧张地看着表。木村接着说还特意用假钥匙来欺骗。古田却说木村已经认罪了，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提过发现的是钥匙，这意味着只有犯人知道钥匙被留在了轿厢里，手里的只是个吉祥物。虽然知道了谁是犯人，但天上的炸弹还在倒计时。古田逼问木村该剪哪根线，沉思后木村说剪蓝色的。古田没听他的，转头就让金泉剪红线，结果证明他猜对了。面前的木村确实死不悔改。确定炸弹停下来的那一刻，好奇的古田开始问起木村为何想炸掉摩天轮。木村慢慢走到窗前，只说是因为摩天轮挡住了他最爱的风景。听到这个理由的古田立刻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一幕是编剧特地安排的，也是剧中古田唯一动手的场面。编剧说这没什么深意，只是想看看木村拓哉被打啥感觉。他整天偷偷给姐姐打好几百通电话，
尽管外人看她是成功的美女作家，但实际上所有的获奖作品都是她那社恐的姐姐写的。虽然两人共用一个笔名，但作为双胞胎的他们性格完全不同。妹妹处事圆滑，社恐的姐姐却喜欢闭门造书，合作总是难免有摩擦。不懂写作辛苦的妹妹常随意答应客户修改稿件，这让姐姐很不满。那天妹妹像平常一样来看姐姐，一进门就催姐姐赶稿。姐姐听后表达了想要独立的想法，说着走到衣柜前，提到自己已准备好的发布会服装。妹妹没反对，只说会在会见新书顾问后让姐姐独立。姐姐还以为妹妹很体贴，哪知妹妹却借机让保姆出去买烟，然后悄悄回房间。走向姐姐时竟偷偷掏出事先准备的枪，随着枪声响起，姐姐就倒在工作桌前。这时旁边的玩偶突然开始剧烈晃动，妹妹看到后镇定下来，把手枪塞到姐姐手里，再放上一封所谓的遗书，用一本书卡住后门。正好保姆回来，妹妹对保姆说姐姐在忙，让她别打扰。妹妹在楼下故意打招呼，让门口的保安记得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她刚离开没多久就从逃生通道悄悄回到姐姐的房间了。正在吃饭的保姆对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随着开门声响起，换上姐姐衣服的妹妹也跟保姆打招呼，用姐姐的口吻说自己最近精神状态不佳，感谢保姆这么长时间的照顾。保姆听了完全搞不清状况，她怎么也想不到妹妹是故意把姐姐死亡的时间推后。换回自己衣服后，地上也铺上了一块布。这时一支装有爆竹的蜡烛映入眼帘，点燃蜡烛，拿着姐姐的手机，她去了和顾问预约的地方。餐后交谈结束时，妹妹偷偷用姐姐的手机给自己打电话，不断提到姐姐抱怨工作压力大，意识到姐姐可能有危险。妹妹装出急匆匆的样子赶回家，让保姆给她开门。他们刚到门前就听到枪声，保姆用备用钥匙开门，看到了姐姐的尸体。让保姆报警的妹妹终于完成了她的所有计划，只需把手机放回原处，相信没人能发现蛛丝马迹。警察赶到现场，看到妹妹时，侦探金泉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妹妹却说姐姐在去世前打了一个告别电话给她，还特地拿出手机让警察查看。警察离开后，妹妹叮嘱保姆不要透露姐姐的死法，她会向媒体宣布姐姐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时古田也赶来了，和妹妹简短交谈后，不想被纠缠的妹妹给门外的保姆打电话，说她还有事，希望保委会帮她叫车。古田听了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原本约好见面的时候，古田明明知道她会开车，难道自己看错了吗？这时妹妹解释说是因为看到姐姐死了，害怕自己情绪影响开车安全。她本以为自己的演技足以欺骗所有人，可古田发现了一些未被掩盖的疑点。他杀死了自己的双胞胎姐姐，把后门锁上，然后在保姆面前离开房间，通过后门再次回到屋内，换上了姐姐的衣服。保姆自然以为姐姐一直在房间里工作。做完所有事情后，他又换回自己的衣服从后门离开。他假装回到前厅，对保姆说刚接到姐姐的电话，他装作打不开门。这时预设的机关也随之爆炸，两人冲进房间时，一个由于工作压力大自杀的场景就此完成。他以为自己的演技能骗过所有人，可是现场勘察的古田发现了一些异常。因为古田记得保姆提过捡起来的娃娃，这种娃娃的特性是听到尖锐声音会剧烈抖动，但仅仅一次刺激是不足以让它掉到地上的。古田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找到即将出场的妹妹，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他提到保姆说娃娃原本放在柜子里面，为什么会在发现尸体时在地上？妹妹回答说明显是枪声刺激导致的，所以才会自己掉下来。古田反驳说每次震动只能移动20厘米，但柜子宽超过30厘米，这意味着屋内曾有2次尖锐的声响，而你的姐姐作为知名作家，在工作时不会容忍任何噪音。妹妹只好说她要上台了。等古田离开后，古田和助理讨论案情，觉得保姆听到的枪声可能是伪装的，也就是说在他给妹妹买烟的时候，屋内可能发生了真枪声。他回来看到的死者可能不是真正的姐姐，很可能是妹妹伪装的。但保安清楚记得妹妹是12点50离开姐姐家的，1点钟又和古田讨论新作品，短短10分钟真能从屋里出来，再从逃生楼梯回去换装，然后从逃生通道离开去见古田。而且据说妹妹不能自由进出公寓，每次来都得保姆开门，她唯一的选择是走外面的消防梯。为了证实10分钟能否完成这些操作，古田让警犬金泉来测试。等他从逃生楼梯上去换衣服，保姆看到后再换回衣服去见古田，结果连成年男子都得20分钟。显然穿高跟鞋的妹妹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时鉴定科打电话来说桌上遗书确实是姐姐的笔记，助手们还以为妹妹可能是清白的，古田却觉得这解释得通了。忙碌一天后，妹妹回到家，发现古田已准备好迎接她。古田提到妹妹主外，姐姐创作是完美搭档，你却偏要单干。
他说想单飞的是姐姐。古田反驳说保姆提到姐姐最近买了很多化妆品和衣服，这只可能意味一件事，姐姐想克服社交恐惧症。如果没错的话，死的应该是妹妹。现在面前这个才是姐姐。你因为妹妹的社交能力嫉妒，等她再来看你时，知道我在楼下咖啡厅等时，你就借创作的机会和她换衣服。作为推理作家，总要切身体验角色。面对这请求，真妹妹没拒绝，你趁机支开保姆，然后用枪杀了妹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遗书是姐姐的笔记，因为那是你事先准备的。姐姐准备完毕，当着保姆的面离开，你就从另一个门通过电梯到逃生通道，这是妹妹做不到的。她每次都需要保姆开门，这解释了为什么成年男子需要20分钟，而你只需10分钟。但你万万没想到，妹妹约我在咖啡馆见面时，我会穿上黄色风衣。当你再次从后门前来时，我不止一次展示了风衣，你却完全没反应。妹妹的社交能力让她喝完东西总要擦掉杯子的口红腻，呼叫保姆的设备还需调试才能用。妹妹偶尔来这里，怎会一来就知道如何使用？保姆说姐姐没有驾照，这解释了为什么你得让保姆叫车。还有一点，那就是衣柜里的衣服全都不见了，因为你知道妹妹死后得独自面对记者，所以把提前买的衣服全带走。保姆说鱼缸是最近买的，但我发现关灯后里面有镜子，你从不打扮，担心买镜子会被妹妹嘲笑，所以用鱼缸来掩饰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姐姐体会到妹妹的不易，因为真正上台回答记者的难处，需不断回答问题，担心说错。妹妹的对外让你能专心创作，体验一天妹妹的生活，让姐姐理解妹妹的艰辛。妹妹从未反对你单飞的想法，反而担心你如何面对记者的难题。古田带姐姐回到他们相识的酒吧，提到妹妹的舞技，如果推理错了就以行动证明。不会跳舞的姐姐明白了，取代一个人是多么难。她流下后悔的泪水，最后在古田怀里清楚了自己取代妹妹的想法是多么幼稚。70岁的姐姐杀害了妹妹，但为何房子里没有任何凶器？死者是被钝器击中后脑致死。先不提钝器一般都很重，即使是轻的，70岁的姐姐扔得远也没那体力。法医说妹妹去世才1个小时。古田觉得凶器还在房内，马上让金泉他们开始找。他们的谈话被楼上的姐姐听到了，她知道找到凶器对自己不利。一场销毁和寻找的比赛正式开始了。时间到了第2天，警方还在不停搜查。身为头号嫌疑人，高代不得不又想了个计划。因为得照顾去世的妹妹，高代开始故意使唤金泉。正当他忙于做饭，古田却发现了新奇怪的事，发现家里所有物品都被做了2种标记，这也间接显示高代与妹妹不和。想着古田反正也在怀疑自己，高代便坦言自己跟妹妹的关系的确很差。妹妹是他见过最假的人，明明是2人赚的钱，妹妹却总用来做慈善，对家里人还特别小气，能随便捐出几百万，却把买菜剩的硬币当宝。高代向古田抱怨妹妹时，金泉刚打扫完厨房准备休息。此时高代又提要求，想吃青椒包肉，让金泉去买材料，用罐子里的钱就行，如果剩钱就存银行。金泉带着罐子走后，高代也不耐烦地表示，搜查要到什么时候结束？说如果没事他要去楼上工作。古田允许后，高代在楼上松了口气。他没想到古田一个人在现场，看到菜谱上标记的青椒包肉，还在壁炉发现半烧的布。古田终于明白凶器在哪，说完就直接上楼了。一开口就说金泉把钱存好回来了。他把存折往桌子一放，立马转身说凶手是你吧？高代一听脸色大变，立刻反问古田要证据。古田指着桌上的存折说这就是证据，因为用来作案的凶器就是那些被存起来的硬币。害怕高代驳斥，说完就拿出个袋子把硬币装进去，这样即使体力不佳也能利用硬币的惯性置人于死。你之所以要吃青椒包肉，是因为翻看了菜谱后发现家里没有这道菜的材料，打算趁买食材的机会处理掉那些当武器的硬币。高代还是不承认。古田接着说自己在壁炉里找到了类似的布料，如果你还有疑问，我们不妨把硬币和布袋送去化验，如果能检测出你妹妹的血迹，一切就都清楚了。高代没有硬撑，转身说实际上这种杀法是他小说里的情节，他只是想趁机试试。而且当初他和妹妹贫困时，妹妹不止一次让他用钱砸死自己，这也算是满足了妹妹多年的愿望。只是不知道他在九泉之下的妹妹，如果真的听到这话，会不会对自己说过的话感到后悔。为了减轻刚瘫痪男友的负担，贴心的小美竟偷偷送给他一顶帽子。阿伟知道了这一切，为了感激女友的体贴，然而他内心怒火中烧，默默地为她准备了礼物，成功交给她新男友后，看着对方高兴的样子，他就走了，偷走了新男友包里的文件。阿伟在角落苦等了3小时，
终于看到小美下班还钥匙，把还回的钥匙藏起来后，知道小美会去新男友家，阿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心急如焚，他立刻给小美打了电话，但这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送上祝福，反而开始不断的指责小美。小美也没再忍气吞声，直接挂断了电话并关机。这一举动恰好符合阿伟的计划。确认小美已经关机后，他马上联系公司保安，告诉他自己需要回办公室取些东西。保安找不到钥匙时，查看借用记录，发现是小美借走了钥匙。保安立刻尝试联系小美，可手机却是关机状态。阿伟做完这些后看了看表，估摸着小美应该快到新男友家了，于是他立刻订了份外卖，但送餐地址却是新男友家隔壁。这时阿伟用变声器拨出了第4个电话，装作是地铁工作人员，告诉新男友他好像在地铁里遗失了文件。新男友一检查，果然发现少了份文件。小美闻言主动提出去取，正要出门时，他恰好遇到外卖员在和隔壁邻居争执。阿伟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再次查看手表，然后拨出了第5个电话。新男友接听后很是礼貌，阿伟则说昨天的礼物里藏了惊喜，让新男友去雕塑下方查看。新男友按阿伟的指示打开礼物，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巨响，这样一场陷害女友、杀害情敌的局就布置完毕。事情很快引起了警方关注。同事出事后，阿伟装作悲痛，他提到新男友大河曾因实验引发爆炸，古田却不认为这是意外。爆炸发生在厕所，哪有化学家在厕所做实验的？小美接到消息急忙赶来，还未开口，阿伟就找机会拉她到一边，说昨晚的事情小美嫌疑很大，如果不隐瞒肯定会被警方怀疑，毕竟大河当时还没离婚，你自然成了头号嫌疑人。阿伟接着说昨晚小美一直关机，连不在场证明都没有。听到这话，小美彻底害怕了，她转过头跟警方说自己一直在公司加班，不知道新男友大河家里发生了什么。喜欢小美的同事立刻补充说，他可以证明小美当时确实在公司，但警方很快查出小美其实没在加班，而且她还带走了办公室的钥匙，还质问她如果没事为什么要关机。古田听后不解，不明白小美为何撒谎，他开始怀疑小美是否真的是凶手。在压力之下，他只好坦白实情，说是有人打电话告诉他男友的文件落在了地铁里，他也不知为何刚要去取，家里就发生了爆炸。可第2天警方否定了小美的说法，他们已到地铁事务招领处调查，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没有这回事，而且在小美的桌上发现了男友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正是男友当时失落的那份。警员这么说，怀疑小美是不是为了避开爆炸，故意找借口离开。这时阿伟却提出反对意见，说小美会因为大河未兑现结婚承诺就杀人吗？这话听起来是在辩解，但更像是在指引警方思考。证据确凿，小美只能被警方带走。古田还在现场，却发现了新的线索。经过思考，他逐渐明白过来，找到了阿伟，直言不讳地说出大河死亡时的爆炸地点是厕所，提及他家的电话是子母机，即使子机被炸，母机还在，可以从中找到通话记录。古田指着记录说，小美的话没错，的确有电话打进大河家，但奇怪的是那是匿名电话。如果小美是凶手，他没必要用电话找借口离开，因为如果大河没叫他去，死的可能就是小美，所以可能是有人企图陷害小美。通讯公司已经开始介入调查，只需等待他们查清电话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古田说，如果真有其他人作案，这人必须很了解小美和大河的习惯，还得知道他们今晚有约会，更要有制造炸弹的本领。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阿伟，因为桌子里的照片显示你们3人曾是同学，看到他们要结婚，你肯定不会无动于衷。这时古田拿出一个刚买的雕塑，说这跟藏爆炸物的雕塑是同款。阿伟看到这一幕，明白古田的意图，他反问怎么证明这东西是我送的？古田却信心十足，说正常送礼都会包装一下。大河收到雕塑很高兴，甚至连包装纸也一并保存了。说着，古田拿出案发现场的包装纸包好雕塑，说这种只有塑料层，上面容易留下指纹，只需送检验科检查就能确定是不是阿伟送的。阿伟听后彻底放弃抵抗，开始讲述他和小美的恋爱故事。可惜命运多舛，只能归咎于悲惨的命运和自己的不甘。当知道与相恋10年的女友一定要分手，却不知如何挽留，阿伟无奈只好顺从。确认他得偿所愿后，心碎的他转而关注唯一的目击者，这让他心里好受多了。接下来只需清理现场，把女友连同琴一起扔出门外，制造出雨天意外摔死的假象。警方赶到现场，看到的一幕初步推测女子可能是雨天滑倒死亡。这时得知小美是乐团小提琴手，她可能因外出表演在雨中意外摔倒。就在古田也认为可能是意外之时，他注意到屋内所有物品都偏向右侧，结合死者左口袋的钥匙，古田感到困惑，依然走到门口，
模拟小美离开的情形。但无论如何，他都认为一个惯用右手的人，没理由把钥匙放在左口袋里。正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太多的时候，突然发现鱼缸里的死鱼，还有人为拔掉的增氧泵。他依然觉得事情不简单。他立刻前往小美所在的乐团，刚好碰上正在进行的演出，台上指挥的正是阿伟。他不断回忆杀害小美的场景。这时，一个不协调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按声音的方向寻找，发现是单簧管的声音不对劲。然后看到那个人手只缠着创可贴，怎么跟我昨天受伤的地方一样？看着相同的位置和创可贴，心中浮现一个大胆的猜测。演出结束后，借着为小美举办的追悼会，阿伟主动走到大河旁边，看着她哭得那么伤心，想验证自己的猜想，便上前安慰，直言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问大河昨天是否去过小美家，对方肯定的回答时，古田加入了谈话，了解到阿伟在调查小美的死因。阿伟不想露出马脚，马上说自己已经和小美分手很久了。这时古田注意到阿伟手上的创可贴，虽然很好奇，但先询问了阿伟对小美习惯右手却将钥匙放左边的看法。阿伟没有回避，说音乐人的手都很灵活，所以用哪只手都一样，表示自己虽然喜欢用右手锁门，但钥匙经常放在左口袋。古田没有再说什么，但在出门前他又想起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演出其实还挺成功，但阿伟怎么会提前知道小美不能来，还找了个小提琴替补。阿伟说这是常规操作，演出前如果有人没接电话，就会找替补。古田没有找到有力的线索，只好先离开。这时阿伟显得很是不安，直到晚上，他得知大河确实去过小美家，马上前往休息室。等到他拿出大号单簧管并敲坏之后，顺手拿走了其中一个金属固定件。到了第二天，警方再次找到阿伟，他们说今天在现场附近找到了单簧管的金属件。阿伟却说乐团里只有大河才有这种乐器。警方根据线索找到大河，大河承认确实去过小美家，但他坚称自己没杀人。那个单簧管是他父亲留下的遗物，即便杀人也不会用它。这时古田注意到大河手上的创可贴和阿伟的一模一样，再结合现场的死鱼，古田终于明白了一切的前因后果。当他再次找到阿伟，已经知道内情的阿伟开门见山地说，看来大河并不是真正的凶手，还发现大河生活很拮据，甚至追悼会的礼金都是借的。从借钱给他的酒馆老板那里得知，大河曾急于用单簧管抵押借钱，但老板觉得他可怜，所以没收他的单簧管。古田说，那时老板确信单簧管完好无损，显然这东西是在小美死后被故意砸坏的，显然是为了栽赃嫁祸给去过小美家的大河。古田问阿伟是否知道大河和小美的关系，阿伟随口说不知道。古田反驳说，在小美葬礼那天，大河说阿伟特意安慰过他，如果你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那为什么要特地去安慰他呢？古田继续说，阿伟是不是以为大河和小美是情侣，但实际上大河在案发前确实去过小美家，他曾用买来的红酒开瓶器割伤了手，然后不幸地向小美表白被拒绝。阿伟听出乐团中单簧管的演奏者不对劲，古田对此印象深刻，紧接着他称赞阿伟的音乐感觉真的很敏锐，这大概也是你判断大河和小美关系的依据吧，因为在小美去世后的演奏中，你就能听出大河的演奏不正常，那时他的手指已经受伤，所以你断定大河去过小美家，并猜想他们可能有情侣关系。阿伟承认的确知道大河去过小美家，但这怎么能证明我是凶手呢？古田却说，你之所以能通过创可贴判断大河去过小美家，是因为你自己也去过那里，还和大河有着同样的伤，那个开瓶器是大河表白时买的，从这点推断，你去小美家的时间肯定在大河之后。古田接着说，你能说说你去小美家都干了些什么吗？为什么你去过之后小美就死在楼梯上了？阿伟沉默不语。古田继续说，阿伟简直是在浪费天赋，当天下着小雨，加上屋内鱼缸的冲氧泵，你这位乐感超强的人应该无法忍受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所以才会事后杀死鱼。面对这些指控，阿伟无法辩解，只能低头认罪。他紧张地看向旁边的乘客，确认对方确实睡着后，阿伟早有预谋的开始在对方身上搜索。正当他专心致志时，却被巡逻的乘警打断。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只好暂停手头的活计，装作无辜。但由于座位实在太挤，阿伟本能地想调整一下，不料这个动作正好把后座的社会大哥吵醒。面对后座凶狠的表情，知道自己惹不起，只好把座位调回原位。等乘警走后，阿伟才吃完橘子，看到身后的大哥已经睡着，阿伟这才再次伸手注意到外套有个缝合的内兜，觉得难以开启，他干脆拿走了外套。尽管一切看似顺利，离开前阿伟还是在对方脚腕处注射了一针，确认药剂足以致人于死。阿伟拿着东西准备离开，却突然注意到后排的大妈，看到大妈没有动静，他也没时间多想，赶到另一个车厢拆开内兜。这时
和死者生前的对话浮现在脑海。那人原来是阿伟妻子请来的侦探，目的是调查阿伟的品行。当阿伟想买下侦探拍的自己的照片时，侦探却说对软饭男的钱不感兴趣。阿伟回想自己给侦探下药的那一刻，正在这时，古田突然跑来打断了。他是来问哪里能买到便当的。阿伟耐心解释之后，车辆突然一颠簸，8号车厢的尸体便倒了下来。乘警看到还有救的希望，立刻呼喊车厢里是否有医生。古田好奇地赶到现场一看，马上让乘警去叫阿伟。阿伟被找到时，对古田知道他是医生感到疑惑，上来就问古田怎么知道他是医生的。古田没急着回答，只叫阿伟先帮忙检查死者。阿伟无法推辞，只好敷衍的检查，初步断定死者可能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古田却拿出了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药瓶，阿伟一看便认出，马上说这是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乘警听后就要联系殡仪馆，古田又拦住他，拿出死者身上的其他东西，一个没有盖子的眼药水，一个空的眼镜盒，一个没有胶片的相机。你们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先不说这些东西能把口袋撑破，为什么死者带的东西都只剩下一半？古田提出，会不会死者还有个外套或背包，这样就能解释另一半物品的去向。阿伟听后不由得感到一阵寒意，这家伙肯定看过剧本。古田这时却问阿伟，有没有什么毒药是杀人不留痕迹的？阿伟支支吾吾时，古田突然说可能是氯化钾，因为过量会影响心脏功能，希望阿伟检查死者是否有针孔。眼见事已至此，阿伟无奈只能开始检查。当他敷衍完毕准备离开时，古田提醒检查脚腕的血管，阿伟苦笑，只能再次掀开死者的裤腿，跟着古田的指示一看，果然发现一个红肿的针孔，这证明了是蓄意谋杀。但凶手到底是谁呢？古田一头雾水，只好去死者的座位上调查。这时旁边座位的橘子皮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小心地剥起橘子皮，走向那个座位，感觉周围越来越拥挤。正当他准备调整座位，身后的大哥突然表现出不满。古田趁机询问死者的情况，大哥说死者上车后就显得不舒服，他的朋友还来看过他。古田问大哥是否记得那个朋友的长相，大哥说他当时在睡觉，所以没记住那人长什么样。古田没有再追问，只是靠近死者闻了闻他的手指，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看着一直查案的古田，阿伟非但不慌，反而主动询问刚才在古田发现尸体时是怎么知道自己是医生的。古田拿出阿伟的便当盒，说盒子上的打结方式是医生特有的，这是职业带来的习惯。这时助手金泉急匆匆地跑过来，说他找到目击凶手的人了。古田马上叫他带人过来。阿伟听到这些也开始紧张，他担心自己刚才碰到的后排大妈会认出他。为了转移视线，阿伟故意说凶手可能杀人后就下车了。古田立刻否定这个想法，解释说凶手用注射方式必须先让死者昏迷，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所以凶手应该没有立即逃离。古田拿出橘子皮，猜测凶手事后可能还坐着吃了橘子，因为他已经嗅过死者的手指，上面没有橘子味。他突然抓起阿伟的手，指出这才是吃过橘子的味道。为了缓解尴尬，阿伟只能尴尬地笑。这时金泉带来了那位目击者，目击者一看到阿伟就指认他。当两人面对面时，大妈因为害怕改口说坐在死者旁边的是古田。阿伟听后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可古田又来找他了，说希望阿伟能帮他最后一次。在古田的纠缠下，阿伟只好跟他一起去了8号车厢。阿伟按古田的要求坐下后，古田提议来演一次案发现场。闲聊几句后，阿伟按古田的指示用手帕迷晕了他。看到古田晕倒，阿伟就按程序给了他一针。做完这些，离开车厢正好3分钟。回到座位的阿伟说，动作这么快，凶手可能早逃了。可古田听后立刻严肃起来，说凶手不就坐在我旁边？阿伟震惊地看着他。古田接着说，你不是说没来过这儿吗？但你坐下时却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一般人会本能地调节座位，你却在案件上犹豫了一下。阿伟试图解释，说是因为后面那人看着凶巴巴的，担心调座位会惹他生气。古田让阿伟回头看看，阿伟真的回头一看，发现原来大哥的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个老太太。原来阿伟知道要重演案件，一直担心被身后的大哥认出，所以一直是倒着走进车厢的，自然不知道后座的人已经换了。古田又拿出一堆东西放在桌上，说这些是他在垃圾桶找到的，这些东西正好和死者身上的对应上了，只有这个相机底片没找到，那么阿伟的目标应该就是这些底片了。古田又提了提阿伟的外套，说这衣服穿在你身上还是稍微小了点。阿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哑口无言，最终在古田的推理下认罪了。他们宁可做苦工也不愿当老板，因为在玉玉村一旦成为工厂老板，就会被村里的童谣诅咒死于非命。这传说源自10年前的事，第一任社长在山中无故冻死，这正好对上了那个童谣，孩子迷路在山中，
在寒冷的夜里被风一吹就死了。第二任社长则是去山里打猎，又刚好对得上孩子在山里遇到熊，用自己的生命让熊不再饿。尽管有这2个例子摆在眼前，大河还是不听劝告，成了第3任社长。他对弟弟阿伟说，只要不进山就没事。谁知道阿伟刚下楼，楼上的办公室突然传来巨大的响声。阿伟和老师冲上楼去看，发现刚刚接管工厂的大河竟然被盔甲砸中致死。警察也迅速赶到现场，初步断定是大河在移动盔甲时意外碰到，盔甲直接砸中他头部，当场死亡。当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古田却开始盯着地上的水渍发呆。他好奇地沿着水渍望去，发现是一只被打翻的水桶。为了检测水里是否有异物，古田用镊子搅了搅后是给金泉尝。金泉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水竟然有点甜。古田又让他尝桶里的水，发现桶里的水却一点味道都没有。古田因此对意外2字产生了怀疑。他叫来死者的弟弟阿伟，表示要侦查此案，希望家属同意解剖。阿伟听后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甚至笑着对古田说：“任你解剖。”这话听起来真是奇怪。古田听后立刻觉得不对劲，尽管阿伟有不在场证明，他当时正在和老师讨论文物，听到巨响后才上楼。上去时哥哥已经没了呼吸。阿伟说这都是哥哥不愿意麻烦别人的结果。古田听后突然顿悟，为什么大河非要自己移动盔甲？如果是为了装饰，那应该先清出空间再移动，但房间里根本没预留空间，这个解释显然站不住脚。而且他的手套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戴着手套却露出2根手指？很可能是有人在大河死后帮他戴上的。而这里是2楼，唯一的上来方式是旁边的楼支。阿伟和师傅都坐在楼梯口，如果有人想作案，不可能没人看见。阿伟听后指了指旁边的窗户，问是不是有可能罪犯是从外面进来的。但院子里到处都是积雪，如果真的从这里进来，不可能连积雪都没破坏。就在古田无法想通作案手法的时候，看出他苦恼的姑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问会不会是那首童谣导致的，每当社长想卖掉后山，就会不幸遇难。古田他们听后一脸困惑，阿伟就提议找人唱那首童谣给他们听。这时古田对一个木偶产生了兴趣，不小心却把它弄坏了。本想把责任推给金泉，却巧合被一个老人看到了。他们每天对着一块石头跪拜，因为对后山不敬的人会像历任社长一样遭到童谣的诅咒。10年前第1任社长在山里神秘失踪，正好和童谣里孩子在山中迷路吻合，寒夜里一阵风就让他丧命。第2任社长去山里打猎，碰巧遇到童谣中的熊，他的死让熊不再挨饿。很快轮到第3任社长，大家以为只要不去后山就安全，他却在自己办公室意外死亡。死状和童谣里的孩子是穿盔甲相似，被重盔甲压死。古田在现场调查后发现，到2楼的唯一道路是楼梯，死者弟弟一直在1楼楼梯口，这意味着如果是人为作案，唯一的方式只能是通过旁边的窗户，但外面大雪纷飞，如果凶手从这里进入，必定会留下足迹。难道真的是鬼神作案？金泉深信不疑，非常害怕，尤其是当他想吃点东西来镇静时，却倒霉地把门牙崩了。随后还看到酒杯自己移动。第2天的祭祀活动时，金泉就一直在磕头。古田全程盯着死者的弟弟阿伟，因为这个祭祀活动是他创办的，但他的眼神里全是轻蔑。这时阿伟的老师看出古田的心思，立刻替阿伟辩解，说他最近心情不好。听了这话，古田的疑心更重了。借着2人参观博物馆的机会，古田突然拿出童谣，想问问老师对这首歌的诅咒效果怎么看。老师却转过头拿出一本笔记本，说这首童谣其实是他为了让孩子们不调皮而特意编写的，可以说里面包含了各种死亡现象，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诅咒，只是凶手利用这个掩盖自己的杀人手法。而提到诅咒最多的就是阿伟，但如果他是凶手，他是怎么绕过楼梯杀害自己哥哥的呢？古田再次勘察现场时，偶然发现草丛中有圆形的印记，于是让金泉找来高跷，想试试能否用这种方式到达2楼。正巧这一幕被休息中的阿伟看到，随着紧张气氛的升温，他嘴角竟慢慢露出一丝笑容。他竟然走到庭院，主动询问案件进展。古田说，目前基本可以排除意外死亡，因为尸检报告显示死者是被重击后脑死亡。他让阿伟上去试试，看能否顺利到达2楼。阿伟却提出了疑问，说自己在楼上听到声响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踪迹。古田说这也不奇怪，因为凶手可能使用了定时装置，也就是说阿伟和老师听到的并非行凶声音，大河可能早在此前就已经被杀害。古田想到阿伟喜欢玩遥控车，于是带着助手去看看遥控车是否能制作定时装置。助手尝试时不小心把电池掉了，电池滚到一边，结合现场的不规则水渍，古田似乎想到了什么，立刻召集了所有人，当众做起了实验。他先在木板下放了3颗方糖，让金泉站上去，确认金泉站稳后，
古田拿出水枪对准方糖喷水，随着金泉的摔倒，古田也拿出了现场找到的2根竹竿，指出其中1根明显短了1截，这个高度正好是2颗方糖的高度。古田还让金泉尝试了现场的水渍，发现靠近死者一边的水是甜的，而另一端则是没味道的白水。也就是说，只要事先把受害人砸死，然后把尸体拖到指定位置，再伪造成搬东西不慎被砸的假象，用2根竹竿固定在方糖上，把盔甲放在顶端，这样水流到方糖处时，盔甲就会按凶手设定的时间掉落。听到自己计划被揭穿，阿伟愣在原地。老师也听出了古田的意图，于是再次出面为阿伟辩护。此时古田也不确定凶手是否真是阿伟。阿伟晚上主动找到老师，说古田很怀疑他，但他没有杀人，于是想请老师出个主意。老师说古田天生爱疑人，如果真想让他不疑你，只有一个办法，你自己也成为这案件中的受害者。说完他又觉得不妥，立刻撤回自己的话，说这不是让阿伟做傻事。阿伟却似乎不以为然，拿出他在仓库找到的死亡笔记，说杀哥哥的方法就是从书上学的。这次他不是想杀人，而是直接去了树林。等到第2天，阿伟的尸体被警方发现，他们在他家里也找到了那本笔记，笔记上正有杀害大河的计划。虽然查出了凶手是大河，古田却没有破案的成就感。金泉看古田沉默，主动安慰他，说案件结束我们就赶快离开吧，感觉这里仿佛有鬼神在作祟。古田听后觉得确实有那种感觉，于是再次回房查看那本笔记，发现了什么，立刻带着笔记找老师。我觉得这计划里也有你的建议。最后他似乎并不是真想自杀，而是想用这办法脱罪。笔记上写着用定量火药装进枪里，再用布捂住枪口，这样的爆炸不致命。但为什么阿伟会因此丧命呢？原因是有人篡改了火药剂量，那个人不出意外是你吧？但你的介入不止于此。自从第3任社长上任以来，你总是找机会在阿伟面前抱怨，你知道你俩的关系，阿伟肯定会帮忙。等到阿伟帮你搬家时，让他发现那份笔记，再加上你的种种抱怨，单纯的阿伟就按计划行动，杀了大河。当你把自己和姑姑叫到一起，你企图弄个不在场证明，可姑姑却想回去睡觉，你只好借着讲古董鉴别的机会，转头就趁阿伟不注意，在死者手上动了手脚。这样一来，我一旦揭露作案手法，你就可以故意把怀疑指向阿伟。阿伟果然如你预料，慌不择路的他又来求助于你，你就按计划指示了死亡笔记上的方法。古田说到这里还是想不通，阿伟那么信你为何还要设法害他？老师却问古田觉得阿伟是怎样的人。古田还没开口，老师就说阿伟从小就容易被人影响，如果他也同意卖掉后山，那心中的净土就真没希望了。古田听后不禁感到一阵寒意，因为即便提交所有证据，也不可能让老师受到法律制裁。古田说老师做了这么多，真的只是为了保护那片净土吗？其实第一次来博物馆时，古田就注意到玻璃柜里的石枪缺了枪头，那枪头是10年前出土的。10年前不止出土了文物，还建了文物纪念碑，甚至第1任社长也是10年前去世的。古田说老师这么费心保住后山，一定是担心后山被卖掉后，挖掘可能发现对你不利的事情。大胆猜测一下，如果有人开始挖掘，不小心挖到了首任社长的尸体，并在尸体上找到那10枪的枪头，如果真是这样，阿伟的案件或许和你无关，但首任社长的死因可能会牵出你身上的秘密。眼看警车越来越近，被戳中痛点的老师不再抵抗，最终在古田面前坦白了杀害社长的原因，想在年轻人面前保持自己大师的威严。阿伟输了3局后，只好沮丧地选择封棋，将其规定很明确，必须写下下一步的落子方法，这样封棋后才能确保比赛公正。看着阿伟的写字动作，经验丰富的裁判立刻觉得有意，所以当阿伟提交写有策略的信封时，怀疑对手作弊的裁判直接找到了阿伟的房间。他没顾及阿伟的面子，直接质问为何信封里只有白纸。面对对方的死不承认，裁判断定阿伟肯定是想今晚想出对策，然后趁机从自己这里偷信封改变明天的比赛。但信封已经封好，裁判想确认里面的内容，就决定去将其协会。看到老头认真了，阿伟不想毁了自己的前途，只好拿起烟灰缸砸死了裁判，然后在浴缸周围抹上对方的头，制造了一场看似滑倒的意外现场。为了让现场更真实，阿伟出了浴室，还帮死者叠好了脱下的西服，将封齐的信封放在桌上后，他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可也就是阿伟蹲在地上检查起老头喷出的血渍时，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了尸体，也碰到了正好在这里的古田。他们问2位在酒店是否登记为刑警，2人确认后，古田和助手被酒店经理带到了裁判的尸体旁。尽管表面看似意外死亡，但古田回到房间总感觉有异。正当服务员来让古田签账单时，古田低头恰好看到整齐叠放的西服，这就是不对劲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人把西服叠得这么整齐？
除非是不再穿了，准备带走或清洗。但据经理说，明天他还要参加比赛，这意味着叠衣服的人肯定是凶手，而且他对如何放置西服一知半解。这个人显然不习惯穿西装。当古田在现场调查时，阿伟还在房间里，正琢磨着如何破解新手的棋局。将棋协会的人也赶来了，但相比于裁判的案件，他们更担心的是比赛该怎样才能继续。毕竟比赛所需的棋盘和棋子，还有封棋的信封都被锁在保险柜里，不知道密码就无法继续比赛。古田突然拿起桌上的信封，询问这是不是他们需要的。看到信封封口完好，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只需借用阿伟房里的棋盘和棋子。正当大家欢庆之际，古田却注意到了阿伟身上的衣服，趁对方吃饭时主动接近他，直言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阿伟穿的这么漂亮的和服。在这番阿谀奉承下，阿伟得意洋洋地说，他从不喜欢穿西服，觉得和服看起来更帅气。听到这话的古田接着说，虽然和服比西服好看，但西服更易于叠放整齐。阿伟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反而说经常叠就习惯了。当比赛临近开始时，阿伟准备离开前还拿了一根牙签，随后他去协会取回之前封存的信封。到场后立刻下出了他的第一步，与之前的被动局面不同，这一步彻底扭转了他的颓势。当裁判开封信封对照策略时，发现内容与提前写好的完全一致，但那信封不是只有白纸吗？为何突然出现了文字？虽然古田不知道信封应该只有白纸，但这张纸上的特殊符号引起了他的注意。利用对手休息时间，古田再次找到得意忘形的阿伟，指着信封上的符号问，这是什么意思？阿伟看了一眼，只能含糊其辞说自己也不清楚。就在古田摆弄那信封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忍不住笑了出来，马上返回比赛现场，边说边开始在垃圾桶里翻找那封信封。此时比赛也重新开始了，看着对面的新人还在苦苦寻找反击的机会，电视前的观众纷纷感叹，没想到大师还有逆转的本领。就在大家都以为新人输定了的时候，阿伟却在一个关键点失误。原本已经稳赢的局面，为什么阿伟会突然犯下这样的初级错误呢？这让电视前的古田也感到困惑。尤其是阿伟为了赢这场比赛，甚至不惜杀人，怎会突然就放弃了呢？直到古田得知用的是阿伟房间里的棋盘和棋子，他立刻明白了一切。原来阿伟并不是不想赢，而是出于某些原因，他不敢赢。说着，他又找到阿伟，拿出一个长颈鹿，问阿伟画的怎么样。阿伟沉默了。古田接着说，你肯定想不到这是用牙签画的，牙签不仅能用来剔牙，还能用来画画和作弊。当新人把你逼到绝境时，你在提出封棋时将白纸和复印纸一起塞进了信封，然后在屋内苦思翻盘策略。第二天趁无人注意，用牙签在上面写下了棋谱。而那位死去的裁判正是目击了你塞复印纸的场景，所以在找到你之后才遭到杀害。我能看透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符号，这正是你的名字的古字。那晚这封信封一直就放在桌上，服务员找我来签字的时候，由于信封里有复印纸，这个古字也就被印了下来。阿伟听完这一切既不慌张，反而主动说起这撑死也就只能说明我用这个办法作弊，但这些怎么能证明他杀人呢？听到这话的古田说，虽然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犯人的你却无意中暴露了自己。根据比赛规则，如果你刚才真的想赢过新人，那就只能翻转棋子来赢，但你拿起正确的棋子后却犹豫了，然后下在了一个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该下的地方。因为你知道那个棋子背面的秘密，那里有不利于你的血迹，你为了掩盖杀人的事实，所以只能被迫放弃比赛。古田说着翻转了棋子，果然棋子上有血迹，而且这棋子来自阿伟的房间，现在只需检验一下血迹的来源，阿伟和裁判的死就能联系起来。但听到这的阿伟却没有再辩解，只是坦白他本意是为了赢才杀了裁判，结果却因为要掩盖真相而不得不放弃比赛。如果真要归咎，大概只能怪那无形中的因果报应了。为了打脸一直在旁边吹牛的侦探小美，得知他破过上百起案件后，立马质疑起来，问他这么多年是不是从未遇到过完美犯罪。听到这，古田毫不在意，坚称只要是人犯的案子必定有漏洞。这时候不服气的小美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说是10年前她的一个朋友杀了她的丈夫，但警方没有找到关键证据，所以她的朋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而且法律规定一旦宣判无罪就不能再审。听到这，古田显得很感兴趣，小美就开始讲这个所谓完美犯罪的详情。她的朋友名叫梅子，和她小说家的丈夫住在美国乡下。古田听到这里，拿出口袋里的扑克牌，立即放下一张黑桃 K 代表丈夫，又拿出一张红桃 Q 代表妻子，红桃 J 则代表了保姆。小美接着说，那天妻子带朋友来家里做客，古田马上用小鬼牌代表那个朋友。当时梅子和朋友在聊天，丈夫则在2楼写作，保姆在厨房准备烤牛肉。梅子和朋友聊了好一会儿，梅子送走客人的时候，丈夫也刚好下楼来。
只是边和梅子说话边喝了口咖啡，然后突然抽搐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呼吸了，法医确定是中毒死亡。他最后吃的是梅子给他的日式点心。古田问妻子是否有杀害丈夫的动机，小美说随后的调查显示，丈夫的小说讲述了一段外遇，而这种事情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警方因此怀疑梅子看到小说后就杀了丈夫，但梅子的律师认为这动机不成立，因为丈夫总是把未完成的小说锁在保险柜里，梅子根本没机会看到小说内容。而在法庭上，当天的客人也作证说，她看到丈夫分给梅子点心的一半，如果点心有毒，梅子不可能没事。正是因为这点，警方找不到确凿证据证明梅子是凶手，所以只能宣判她无罪。古田认为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转头问小美，当时的点心是什么让他们要分享吃？小美说是普通的金川烧，是一位日本同乡送的，因为只有一个，所以他们才分着吃。案发后，警方也曾找过那位同乡，但始终没找到那个所谓的同乡。这时古田又问说，既然是用来送人的东西，那么当时金川烧肯定是热的，但回家后肯定已经凉了。小美说他们回家后在烤箱里重新加热后才吃的。这时古田在餐厅买东西，碰巧遇到金泉，观察他如何礼貌地分热狗给朋友。古田一直在思考案件，似乎也隐约想通了一些事情。回到车上后，古田立刻说，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犯罪，因为他已经发现小美案件的破绽。首先，那位所谓的日本同乡根本就不存在，梅子编造的，就为了迷惑警方。古田说，当他自己问的时候，送来金川烧的人是怎样的？小美说是个看起来很和蔼的人。我再问一次，你猜？说是个穿和服的人。通常情况下，和服的特征要比和蔼容易辨认多了，但小美没在第一时间提到。古田又问，那金川烧真的存在吗？你说是两人加热后才吃的，可你之前说保姆在做烤牛肉，明显你的朋友梅子没机会用烤箱。小美急忙说记错了，说是用的烤面包机。古田还是说不对，金川烧太厚了，面包机放不下，但如果是鲷鱼烧就容易多了。古田接着说，没想到梅子是在鲷鱼烧里下毒，因为这里讲究绅士风度，所以丈夫就像金泉那样，把大的一半给了梅子，自己吃的是鲷鱼烧的尾部。梅子精准的只在尾部下毒。美国警方对日式点心不熟悉，吃到胃里都变样了，看着胃里馅料一样的构造，警方无法证明吃的不是金川烧。小美对古田表示敬佩，转头又说，其实梅子确实看到过那篇小说内容，那条动机其实是存在的。小美说，其实当时她已经准备好接受惩罚了，只是那个美国朋友恰好看到了梅子和丈夫一起吃点心，尽管漏网了，这么多年她还是很痛苦，因为她现在靠那本小说的版权费生活，在那小说里丈夫也永远离开了她。她说这让她很伤心，或许这是天对她的惩罚。看看整个剧，她是唯一逃脱惩罚的凶手。她在电视上一个臭脸就被无数少女视为梦中情人，因为他们都觉得阿伟虽然文化不高，但靠着天赋击败了所有的天才。此时电视台的员工开始头疼，阿伟原来是电视台打造的草根英雄，每次答题都是他们提前泄露题目给他。随着名气增长，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开始对电视台的领导冷嘲热讽，坚称节目必须按他的想法改。在这种情况下，听到这话的工作人员也决定不再惯着他，当场宣布今后比赛不再透露题目。阿伟听后却毫不在意，他已经知道节目组每次都会在中场休息时把题目编号印在小姐的衣服上，这意味着只要他提前查看这些衣服，不管透不透题对他都无所谓。但当他想偷看衣服时，看到负责道具的胖虎正在地上检查道具。在胖虎热情的招待下，阿伟在一旁吃起了胖虎买的便当。这时有人送来了他想查看的衣服，那人没看到阿伟，但阿伟急忙冲上前，胖虎却很径直，在推搡中胖虎没站稳，竟不小心撞到了柜子。阿伟看完衣服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推倒的胖虎似乎已经不动了，意识到出了大事，他本能想逃。到了门口，发现两个演员正在门口排练，这让他进退两难。被发现的话，他肯定是头号嫌疑人。阿伟焦虑不已，而同时休息室里的古田也在苦恼。作为警局的名侦探，他也被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可惜一个问题都没答上，所以古田只好提前退场去吃盒饭了。正在抱怨，觉得电视台的盒饭特别难吃。这时候走廊的吵闹声引起了他的注意，跟着人群跑去看个究竟，这才知道电视台发生了凶案。现场发现胖虎的尸体和一堆散落的臭鱼干。经过现场勘查，警方认为胖虎可能在拿东西时不慎滑倒，头部受到重击。送衣服的员工表示，事发时屋里只有胖虎一人，外面有2个演员在排练。他们也证实，直到发现尸体前没看到有可疑人进出。此时古田发现桌上有3份盒饭，
这是工作人员来拿下场节目要用的衣服，他们也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平时杂乱的胖虎今天竟然把衣服分类了。听说以前阿伟就是靠这些编号赢得比赛的。古田立刻去找电视台的领导，了解到阿伟与电视台的矛盾。古田感觉这如果是谋杀，阿伟是最有嫌疑的，但那2个演员说没人从道具室出来，假如阿伟是凶手，他是怎么在杀人后逃离现场的呢？古田决定直接找阿伟对峙，一见面就告诉他胖虎的事。阿伟却一点也不惊讶，只说自己吃完盒饭后就在屋里休息。听到这，古田忍不住吐槽盒饭的难吃。阿伟接话说，尤其是那个丸子。古田听后觉得不对劲，立刻意识到阿伟在撒谎，因为大家都知道阿伟的盒饭是特别定制的。看阿伟被揭穿却还镇定，只是说为了应付古田才随便附和几句。古田话锋一转，忽然提到现场的3份外卖。阿伟听后回答说，可能是因为食量较大。但古田马上掏出一张医生的名片，依据这位医生的说法，胖虎患有严重的脂肪肝，显然他需要减少食量。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点3份外卖呢？而且据了解，胖虎从来不整理道具组的衣服，这意味着案发时有人不仅找到了胖虎，还帮他整理了衣服。现在唯一的疑问是，凶手怎样离开了现场？眼看古田越挖越深，心虚的阿伟开始冷汗直流。如果真的只有他一人在房间，他肯定会按医嘱捡拾。据工作人员说，胖虎负责管理道具，但从未整理过多余的衣服。可离奇的是，然而现场的衣服却整齐划一，这表明有人在杀害胖虎后还帮他叠好了道具。这时阿伟深感古田的威胁，只好找借口说要忙节目，急忙离开。被甩开的古田却不闲着，他随口与助手讨论此案，然后得知隔壁节目也出了意外，原来是演员上场前发现演出服不见了。听到这，古田立刻去打听详细情况，了解到2人原本计划表演餐厅戏，结合阿伟杀人后的逃逸方式。古田恍然大悟，眼前一亮，转身再次找到正在休息的阿伟，直接告诉他已经知道了凶手是如何离开现场的。凶手只需在作案后穿上厨师服，然后点3份外卖加一些臭鱼干。当大家发现尸体时，他只需装作送餐员，利用散落的臭鱼干的味道，用手帕遮住口鼻，这样就能与大家一起离开现场，而不被人察觉。古田接着说，他曾在餐厅见过阿伟的手帕，化完妆的人通常不会用手帕擦脸，但阿伟的手帕上全是粉底，这很可能是他从现场离开时用手帕捂住鼻子时沾到的。听到这，阿伟反而变得更加嚣张，他说这一切不过是古田的猜测，要指认凶手就得拿出证据。说完，他转身回到了演出棚。尽管受挫，古田并未放弃，转头他恰好看到桌上的报纸，他立刻跑到案发现场，拿着报纸递给了导播，提出在阿伟的答题比赛中使用报纸的内容作为最后一题。当摄像机转回导播室，主持人按导播的指示念出了问题，阿伟立刻抢答。正当他庆幸认识这条新闻时，古田的声音通过喇叭传了出来，他说阿伟已经无意中承认自己是凶手，因为那条新闻是专为道具而制作的假新闻，是胖虎为另一个节目印制的。这意味着如果阿伟真如所说他从没去过道具组，那他不可能知道这条捏造的新闻。如果阿伟知道这内容，证明他就是杀害胖虎的凶手。阿伟意识到自己已露馅，感到万念俱灰，不再辩解。他说他本想保住通过答题赢得的荣誉，但最终却因答题进了监狱。为了让仇人解决温饱问题，他已经计划好了，竟开始给对方介绍工作。可仇人不仅不领情，还要求每月3000万生活费。听这话的阿伟更是怒不可遏，决定尽快与朋友实施计划。他让朋友帮忙订了100份盒饭，同时安排新入职的仇人到4楼仓库工作，故意在公司走廊引起争吵。他和朋友们随即被关进了禁闭室。此时外卖车正好到达，借助预备的钥匙，他们通过1楼的电梯上方逃脱。当外卖员把盒饭从1楼送到3楼时，借机上到4楼的他们也直接解决了阿伟的仇人，然后跟着电梯再次下行，回到各自的禁闭室。一场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谋杀就此完成。但等到古田仔细检查现场后，发现虽然4楼不能通过电梯直接上来，而且门还是从里面锁住的，但多疑的他还是认定这是一场谋杀。当得知公司的男团与死者关系不佳，加上他们在案发当天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争吵，古田想要核实他们的不在场证明，他立刻前往所谓的禁闭室。这时助手提出可能是从窗户逃出去作案，古田却指出对小白来说那窗户明显太窄。这时送餐车再次到来，挡住了窗户。古田看到这一幕感觉有些不对，于是立刻召集男团的5个成员。他指出他们的不在场证明是相互依赖的，由于小白和木村发生了争吵，导致木村和小黑分别被关在1楼的仓库和练歌房，而另外2人则声称他们在舞蹈房练习，由小白作证。
当所有人接受古田的看法后，古田却透露，昨天送餐车一直停在小白所在仓库的窗口，因此从里面根本看不到对面舞蹈房的情况。这就证明这两组人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进一步导致木村和小黑的证明也充满漏洞。回想起案发现场的珠子，结合之前在杂志上见过小黑戴的项链，知道他们的证明存疑的古田立刻单独审问小黑，可小黑整个过程沉默不语。见此情形的古田也不深究，准备下楼进一步了解情况，但因为超重电梯发出警告，他注视着电梯的载重标识，结合经纪人提到的案发当天电梯故障，古田突然有所思考。他再次来到男团的办公室，对照着每个人的资料一一审查。这时他终于弄清了凶手是怎么犯案的，又一次把大家召集起来。古田推着一块黑板走到现场，他一上来就说自己已经知道，小黑那天订了150份盒饭，每份盒饭大约1斤重，150份总共是75公斤，加上包装大概是85公斤，把这些重量和经纪人的体重加一起，一共是125公斤。由于超重，外卖小哥只能爬楼梯，但这样的重量，电梯怎么会超载呢？如果电梯的最大承重是420公斤，减去125公斤，就是说有295公斤不知去向。古田让成员们在黑板上写下他们的体重，所有数字加起来，得出的总数是289公斤，再加上之前的125公斤，最终是414公斤。这正是外卖员必须爬楼梯的原因，因为当时肯定有人藏在电梯顶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河锁了门还是被杀害。意识到古田在怀疑他们，木村立刻反驳说，虽然古田的推理成立，但怎么能仅凭这些数字就断定凶手呢？古田接着说，案发时大河正在裁剪演出用的雪花，但骑手们没注意到。古田拿出一条裤子，说阿伟的裤子里就有这种纸片。看到这一幕，大家都紧张起来。木村又站出来说，这根本不是案发现场的纸片，他记得大河是第一次参与，所以裁的是正方形的纸片，而现在这张是三角形的。古田转过身说，确实大河裁的是正方形纸片，但这些纸片案发后就被警方保管了。木村事后来现场已经打扫干净，如果你没去过案发现场，你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而刚才的纸片其实是我放的。听到这，木村无话可说。这时小黑突然走上前来，他上来就承认了，确实是他们杀了大河，但他强调被害的大河也不是无辜的。10年前阿伟的父亲在送货途中遇到了大河，尽管已经赔了钱，大河还是纠缠不休，不停地从阿伟的父亲那里敲诈钱财。即便阿伟的父亲压力过大自杀了，大河还是继续敲诈阿伟。听到这些，古田也沉默了，毕竟没人有权利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为了让胆小的男友承认真相，握有把柄的小美气冲冲地走进了洗手间，把他拉了进去。一直在回避问题的阿伟注意到化妆包上的合影，阿伟本能地想抢过来，不料不小心撞到了女友脆弱的后脑勺。等阿伟回过神来，发现女友已经没了呼吸。面对眼前的尸体，成为骑手的阿伟一片混乱。如果跟警方说是他逼婚时不小心磕到头，估计连傻子都不会信。再次看到合影，想到照片里的数量，不想被抓的阿伟只好带着化妆包离开。没想到被飞机上的小孩看到了，幸好小孩没吭声，他只能赶紧找个座位开始清理合影。清理完毕后，把它扔进垃圾桶。准备回到座位的他，突然发现领夹不见了，是不是刚才抢包时掉在厕所了？阿伟想再去确认，但发现2个乘客正在厕所门口聊天，这一下该怎么办？回到座位的阿伟陷入沉思，换回皮鞋的他竟然跑去更衣室偷了件机长的衣服，这样频繁走动就不引人怀疑了。阿伟不禁感叹机长在58家正洗的衣服真干净，但到了厕所却发现领夹不在。再次走出来时，阿伟还没来得及想起领夹究竟掉哪儿了，就被冲过来的乘客误以为是机长。为了不露馅，忙乱中的阿伟只得先应付乘客的问题。乘客说他看到窗外有妖怪，阿伟觉得自己被耍了，一脸无奈。这时候金泉的同事正好去厕所刷牙，因为金泉的纠缠不清，同事回来后就把假装的机长阿伟拉去现场。阿伟装作很惊讶的样子，接着说可能是飞机颠簸导致那位女士不幸摔倒身亡。听后阿翔决定让空姐确认死者身份，阿伟怕身份暴露，赶紧把制服脱下附在尸体上，这样他在刑警面前是机长，在空姐面前又像刑警的同事。空姐说死者一直都是独自一人。阿翔感觉事有蹊跷，立刻找古田，向古田说明了自己的疑虑，说死者的妆容和桌板的样子表明他生前可能在厕所化妆，但他找遍了厕所的每个角落，却一点化妆品也没找到，这意味着化妆品可能被人拿走了。这样一来，死亡的可能性就包含了他杀。古田听后连连点头，马上让阿翔去看看有没有目击者。这时金泉还在缠着阿伟说窗外有妖怪，甚至向空姐要相机来证明自己没撒谎。空姐确认相机能用后，
金泉拿着相机回到座位，这时找目击者的阿翔过来了，说他找到一个小孩，声称在厕所附近看到了一个怪人，现在只需带小孩去确认嫌疑人即可。阿伟听后心里一紧，便拉着阿翔想找借口溜走。还没走到自己座位，阿翔就又找上门来，说小孩没找到那个怪人，希望阿伟用机长身份开驾驶舱，查看是否是工作人员作案。阿伟陷入两难，只能硬着头皮走向驾驶舱。结果不出所料，一敲门就被甄机长赶了出来。再次面对阿翔时，直接说自己可以代表他们。古田心想，如果阿伟想换工作，可以试试58，何必在这儿装机长？阿翔和阿伟回到机舱的时候，一直在观察窗外的金泉突然大叫，说他之前提到的妖怪又出现了。大家转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阿翔的影子印在窗户上。这下阿翔似乎想明白了什么，紧接着说案发时金泉可能把人误认为妖怪。为了证明，阿翔让阿伟坐回那个座位，然后站在金泉旁边，问金泉看到的妖怪是不是这个样子。金泉说那妖怪头顶还会发光。这话让阿翔想起案发现场消失的化妆包，立马猜测可能是凶手再拿走了。现场的化妆包曾在这里打开过，因为化妆镜反射光照到脸上。阿伟听后冷汗直流，赶紧借口上厕所找到之前的小孩，拿出东西打算收买小孩，把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小孩身上。但阿翔已经知道了阿伟的真实身份。金泉原来借相机给空姐，空姐为了测试相机，随手拍下了一张照片。阿翔看照片时叫阿伟机长，旁边的空姐质疑了，说这照片上全是乘客。这样阿翔也明白了一切，立刻让小孩指认阿伟。小孩确认阿伟就是那个人。一直旁观的古田也恍然大悟，说从一开始阿伟的行为就很奇怪，因为经常坐飞机的人换拖鞋很正常，但阿伟偏要换回皮鞋，想必不得不换鞋的原因是因为你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机长。换鞋后阿伟走得很匆忙，古田叫他都没回应。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古田就确定阿伟肯定遇到了什么事。而那时候叫阿伟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就在登机时阿伟来到邻座找古田聊天，而古田叫他也只是想提醒他掉了东西而已。为了让老板明白随意改剧本的后果有多么恐怖，早就看不惯的阿伟不但没反对，反而开始夸他那糟糕的表演。老板听后更加卖力的表演。彩排又开始了，但阿伟的脸色突然变得凶狠。大和看到这情形感觉不对劲，正在他连声道歉时，阿伟已经迅速挥刀将他斩杀。警方接到报告后赶到现场，发现是话剧彩排出了事故。想要了解详情的古田立刻找到当事人，直接问为什么知道是彩排还用真刀。阿伟却没逃避，只说因为道具做得太逼真，真假刀几乎无差别，自责没能分辨清楚。阿伟说愿意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显然意外比谋杀要轻。真的是意外吗？不信阿伟的古田又去现场勘查，偶然发现图里有张照片，拿起来对比现场，发现除了月亮位置不同外，其他布置完全一样。是临时改变的吗？古田决定弄清楚，问了道具组一圈，但似乎没人知道月亮挪了。古田只好亲自检查道具室。一个柜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抽屉上分别贴着真刀和假刀的标签，标签明明白白的，怎么会拿错？古田带着刀找到阿伟，想重现当时的情形，阿伟也无从拒绝。演练中，古田突然听说死者临死前说错了，但原本台词里没有这句。阿伟解释，可能是因为他修改的剧本，他叫我往左刺，自己往右躲，但真正上场时发现他的右边正好是我的左边。古田却说不可能，因为对方是先道歉后才移动的，这根本行不通，而且那口气明显是在为某件事道歉。难道是关于卖掉剧场的那档子事？阿伟再次强调，这纯粹是个意外。看着阿伟要离开，焦急的古田赶紧说，我想试试空手接刀。阿伟突然来了一刀，没想到古田真的接住了。利用这个机会，古田又问，你不是说分不清真假刀吗？怎么演练的时候能挑到假刀？阿伟听后没有辩解，转头就是一刀砍向了竹子。原来一直都是真刀。古田紧张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掌，都快把皮割破了。这家伙真是难以驾驭啊！现在要想弄清楚案情，就得确定阿伟是否有杀意。正当古田焦头烂额的时候，道具管理员突然找上门来，他自称是凶手，说是自己给阿伟换了真刀，目的确实是为了阻止剧场出售。他说他们在这里工作了40年，真不知道剧场卖了后该去哪。古田心想，上58找份工作不就得了？但古田觉得管理员不像是凶手，他又重新审视了案情。这时注意到道具师正拿出一个被烧焦的月亮，原来是因为射灯太近，不小心烧坏了月亮。现在挂的那个是旧的。古田听后陷入沉思。这时阿伟得知了朋友替自己顶罪，于是又找到古田，说是自己确实杀了老板。我一直都在承认，为什么古田还要继续调查？听了这话，古田说，
意外和谋杀是两回事。然后指了指头顶的月亮。阿伟一头雾水，古田就带他一起看了录像。录像里是阿伟第一次上台的情景，那时因为资金紧张，只好用纸板做月亮。古田说到这，把射灯对准了舞台，明显这就是录像里的那个月亮。这个月亮一直被你当作珍贵的回忆保留着，但新的月亮被烧毁后，你不得不用回这个。你知道自己要在舞台上杀死老板，所以为了避免血迹弄脏月亮，你只好提前把月亮升高。阿伟听后没有反驳，只是说当时感觉很诡异，自己把粉丝拍的照片扔在现场，做了这一切都不后悔，只是不想连累朋友。在他看来，男人应该全力保护自己爱的东西，即便重新来过，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把一个动作练了10年，街坊都觉得他有病，但他因此成了超级明星，赢得了无数掌声，甚至吸引了很多男粉丝。可得知对方是看上了自己的姿色，十分爱惜名声的阿伟自然不肯。一番推挤后，那男粉不慎撞到头死了。阿伟看着地上的尸体，冷静下来，并没有慌张，反而等到人群散去，卸掉化妆后，一个紧密的计划也开始慢慢在脑中浮现出来。他先到仓库开窗户，带着尸体用电梯到了舞台，把尸体放到计划的位置，现场就像是从顶棚摔死的。为了更真实，阿伟还故意砸坏了死者的手表，这样大家会认为手表显示的时间就是死亡时间。准备就绪后，阿伟回到自己房间，觉得一切完美。此时工作人员发现了尸体，他们已经报了警。阿伟整理好心情准备回家，此时一个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阿伟慢慢靠近，发现那人是刑警。面对警方，阿伟装作很惊讶，然后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古田直截了当地说，有人报警，在剧场里发现了尸体，看起来是后脑被撞到导致的。阿伟听后故意引导话题，会不会是从高处掉下来撞到头的？见阿伟表现出好奇，古田就带他去了案发现场。到了现场，古田说，如果真的是从上面掉下来，那只能是从这里掉下去，但晚上他为什么要上去呢？这时阿伟突然灵光一闪，可能是去抓猫，因为仓库的窗户经常没关，我表演的时候经常有流浪猫跑到顶棚上。这时古田突然关了灯，他说发现尸体时舞台上一片黑暗，如果真的是去抓猫，那他肯定会带个手电筒。说完就让警员去查有没有手电筒的房间。利用这个时间，古田带着阿伟到了电梯处。他说管理员告诉他表演结束后，他曾经把电梯降下来，但案发后电梯又回到了舞台。阿伟问会不会是死者用过电梯，古田接着说如果是死者用的，那电梯上肯定有他的指纹。说到这里他又觉得不对劲，因为电梯启动时会有噪音，如果是去抓猫，那这声音不是把猫吓跑了吗？正常人不可能这样做，而且现场还没有确定是第一现场。虽然死者手表显示的是11点半，但法医说他死的时间比这更早。这时金泉跑过来说他们已经查遍了剧场所有地方，还是没有找到古田说的手电筒。古田却叫他继续找，说可以去房间里面翻翻看，因为案发在夜里，不管是谋杀还是意外都需要照明。阿伟听后立刻起身，说他明天早上还有节目，需要回家复习台词。古田看他很急，就没多留他，等阿伟走出他的视线。当时他知道自己用过的手电筒，急忙冲向化妆间，只是当时没注意，所以也不清楚放哪儿了。这时古田又跑了过来，阿伟只好说自己先在这边一会儿。正当他准备展示台词本时，发现手电筒就在古田坐的沙发后面。为了防止古田先发现，阿伟假装撒零食，赶紧藏了起来。这时旁边的电话响了，原来手电筒已经找到了。古田正想离开，却发现自己的手电筒又不见了。他记得刚进门就放在沙发旁，于是问阿伟有没有看到。阿伟满头冷汗，虽然古田已经觉得他有问题，但还没有证据证明阿伟和案件有关。就在这时维修工赶来了，原来是阿伟刚才说电梯可能坏了，让人尽快检查，但检查后并未发现问题。看着眼前的电梯，古田突然明白了阿伟为什么没有把电梯放回原位，立刻叫阿伟过来，说在舞台找到了新线索，让阿伟帮忙按电梯开关。电梯缓缓上升时，古田突然说忘了外套，让阿伟再把电梯降下来。看着阿伟手忙脚乱的样子，古田确认阿伟就是凶手，因为这就解释了电梯为何停在舞台，也是为什么你让维修工检查电梯。从一开始犯罪时你就觉得电梯可能坏了，但实际上你只知道电梯如何上升，对于如何下行却一无所知。经过一整晚的折腾，阿伟已经累坏了，从他弄错古田的手电筒就能看出他已经被怀疑。听到这话的古田却摇头否认，说其实从第一次聊天时阿伟就已经暴露了自己是凶手。你知道古田指的是哪一句话吗？就是为了杀人他苦练了30年的相声，依靠口才讨好了师兄之后，阿伟立刻表示自己有个闭门弟子的机会，但那天自己要演出，所以希望师兄能帮忙顶替。面对这种机会，大和欣然接受。
此时他完全没想到，这次机会竟会让他卷入谋杀案。因为师傅有眼疾，所以换人的大河并未被识破。就在他专心听讲时，阿伟假装要准备表演，悄悄溜进了相声社办公室。他首先取走了师傅安排的月底演出名单，然后把大河的打火机留在了现场，故意触发了保险柜的警报。正在上课的师兄立刻被诬陷为窃贼，但阿伟的计划还没结束。他知道师兄听完课肯定会来看表演，表演结束后如预期般，大河气愤地找到了阿伟。没想到阿伟表演的是大河的作品，与天生就有表演天赋的师弟不同，不善表演的他只能依靠写段子才勉强不被逐出师门。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剧本会不翼而飞。准备回家向师傅报告时，却没留意到阿伟的表情。阿伟的眼神透着杀气。他跟着大河回到家，大河还没来得及斥责阿伟，阿伟突然拿出匕首，当场割断了大河的喉咙。阿伟接着把武器塞到大河手中，戴上眼镜扮成大哥，去了一家养老院表演。邻居很快发现了尸体，尸体的血顺着地板流到了走廊。古田和金泉很快赶到现场，初步判断死者是自杀，可一旁的助手却说他们从死者的手中发现了紧握的鱼竿，认为是死者留下的线索。为了进一步调查，古田立即带助手前往死者公司，但还没和员工聊几句，热门相声演员阿伟走了过来。听说师兄去世，他表现得很吃惊，转身却说大河6点还给他打过电话，好像在抱怨些什么。会不会这就是他突然自杀的原因呢？说完，他找借口说有事，立刻离开了。这时，古田让助手去查一查这个人，因为通常人听说朋友去世，都会详细询问死亡时间和原因。可阿伟的反应好像并不太意外。独角戏，这时案发现场又有了新发现。无奈，古田只得再找阿伟，告诉他们在大河家找到了月底的表演名单。这份名单似乎就是办公室昨天被盗的那份。经过一番阅读，古田发现名单上竟然没有大河的名字。阿伟听后，这正合他意，马上说这可能就是师兄自杀的原因，因为他在相声社资历最深，结果总是被冷落。此时古田则说，虽然现场找到了死者的打火机，但这种东西很容易被人顺手牵羊，尤其是师兄弟间聚会时。看出古田不上当，阿伟便提出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说办公室被盗时他正在师傅那上课，并且提到大河昨天6点给他打电话，说到了养老院的演出，那时他已经回到公司了。但法医的鉴定显示，大河的死亡时间比养老院演出还要早，这真是太奇怪了。难道是鬼魂去演出了？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冒充大河去了养老院，由此推测凶手应该也是个相声演员。这时助手跑来报告，昨天大河在养老院的演出有人录音了，但录音里除了笑声什么也听不出来。没有线索，古田干脆去了师傅家，通过他的证言确认阿伟昨天真的在那里听课。说完这些，他突然把糖纸塞进嘴里。原来师傅是个高度近视患者。看到这一幕的古田突然明白了点什么。等到阿伟晚上的演出结束，古田将阿伟和师傅叫到一起，一上来就直言不讳地说阿伟是凶手。说着，古田放起了养老院的录音，听着里面传来的笑声，两人还是一头雾水。古田却解释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据说大河只擅长写稿子，每次上台基本都会冷场，但录音里的现场反应却异常热烈，这表明当时的表演者肯定不是大河。说到这，古田又问师傅是否近视，师傅只是轻轻点头。古田立刻判断那天来听课的可能不是阿伟，至于他去了哪儿，很可能是趁大河去养老院顶替的时候溜到了办公室，拿走名单后留下了打火机，却没走，还故意挪动了保险柜。通过现场勘查，发现保险柜上的尘土明显，这证明挪动保险柜只是为了制造办公室被盗的假象。所有这些布局都是为了让大河的死看起来更合情合理。阿伟怎么也想不到，大河死前竟然抓着一条鱼竿。在刚才的表演中，古田注意到阿伟吃东西时扇子始终半遮半掩，对于一个熟练的演员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不应该的，说明扇子上可能有问题。古田让阿伟拿出扇子来看，果不其然，扇子上有血迹。至于那条大河紧握的鱼竿，正是扇子中间的图案。现在只要对血迹进行化验，阿伟和大河的死就能联系起来，事情就全都清楚了。眼看事情败露，阿伟也不再辩解，只说这扇子是父亲留下的，所以他一直舍不得销毁。没想到正是这点侥幸，让古田抓到了破绽。他把一勺新鲜的液体塞进了事先准备好的胶囊里，确认外观上看不出端倪后，阿伟准备和别人玩一个游戏，悄悄地走向停车场。这时车前已经有一个人在等了很久，为了避免被打扰，心怀不轨的两人一起坐进了车里。看着气氛越来越紧张，驾驶座上的男人先掏出一个棒球，他说他一直很崇拜阿伟，但阿伟显然没兴趣跟他多说。当男人盯着那个由棒球巨星签名的球发呆时，阿伟已经悄悄准备好下一步。他突然用手臂猛地锁住男人的头，按在头枕上，
控制了局面的阿伟开始发话，他说他向来喜欢公平的对决。说完，他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2颗胶囊，告诉男人这2颗中1颗有剧毒，另1颗则是无害的糖浆。接着提议，咱们1人1颗，谁活下来就能拿走信封里的黑料。明显的，现在狗仔没得选择，他无奈地抓起1颗胶囊，阿伟也随即把另1颗放进嘴里，车辆随之颠簸起来。胜利的阿伟走出了车，拿到信封的他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去找那颗有签名的棒球。清理车上的指纹后，他把棒球扔进了通风管。阿伟其实是个棒球冠军，他的哥哥是个低调的保安，哥哥不想拖累阿伟，所以一直很老实。哥哥最近被这狗仔勒索，阿伟知道后就策划了这一幕。此时警方也接到了报案，赶到现场的他们从男人的死状初步推断是服毒自杀，因为现场没有打斗痕迹，车内也没有其他人的指纹。古田发现副驾驶上有火柴，从摆放的位置来看，似乎是被人故意放在了座椅中间。他想这可能是死者自己放的，然后看到座位下有张小票，时间标的是3小时前，小票上有个明显的裂口，应该是座椅滑轨造成的，说明有人坐过这里并移动了座椅，然后离开时又把座椅复原，这意味着可能有他杀的情况。古田又发现地上有烟头，从烧掉的长度看是刚抽的，这表明可能是见到熟人的情况，但古田还是觉得有些奇怪。他绕着车转了一圈，连个用过的火柴都没有找到，难道不是用副驾驶上的火柴点的？边说边拿起火柴重现当时的情形，可是古田发现这包火柴根本点不着，因为整个火柴盒都湿漉漉的，但奇怪的是只有一面湿，这不像是被水泡过或者淋湿的，感觉更像是加湿器弄的，所以根据火柴盒上的标志直接找到了楼上的酒店。古田马上到前台去问哪些房间装了加湿器，工作人员报出有加湿器的3间房后，古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原来古田也挺迷阿伟的，想着反正要查这3间房，就先从偶像的房间开始吧。没想到的是，阿伟不仅认识死者，还强调自己从不撒谎，说死者是个狗仔，昨晚确实来过自己房间，至于为什么来，因为是私事就没多说。古田见阿伟这么坚决，于是古游只能找到阿伟的助手，想知道昨晚案发时阿伟在哪。助手说发布会前后阿伟一直在房间，助手说得很坦白，古田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只好又找阿伟谈谈。警察来来回回，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哥哥突然站了起来，说明昨晚狗仔找阿伟是因为自己年轻时和黑道朋友吃过一次饭，正好被狗仔拍到，狗仔发现他是阿伟哥哥，就开始勒索他。阿伟昨晚得知后才把狗仔叫来谈谈。阿伟见状也不再藏着掖着，坦白自己确实见过狗仔，当时因为还有发布会，所以狗仔8点45就离开了。死者走时距离发布会还有15分钟，那时电梯已经很多人，如果自己动手不可能没人看见自己下楼。见状，助手立刻怀疑起哥哥来，他追问哥哥案发前在干什么。这时阿伟又开口了，他解释是因为发布会的关系，让哥哥帮忙代签了200份签名，至于签名用的纸是请酒店前台在晚上8点左右买的，也就是说在那1个小时内哥哥一直在忙着签名。为了核实这个说法，古田当场拿来纸让哥哥现场示范签名，没想到签名和阿伟的一模一样，这难道证明这件事真的和他们兄弟俩没关系？但等古田拿着那200份签名去前台确认，工作人员确实证实了他们的说法，可男人心里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因为他记得自己当时在每份签名纸上都加了阿伟的标志，可现在这些签名纸上却一点标记都没有。听到这话，古田马上意识到了什么。第二天他又找到阿伟，告诉他自己已经去前台确认过了。阿伟哥哥的不在场证明看起来站不住脚，因为当时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买的纸上都有标记，而阿伟兄弟提供的那些并没有。换句话说，这200份签名很可能是提前准备好的。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显然是为了给某人造一个时间上的不在场证明。古田提到案发现场的火柴，从摆放的位置来看，显然是凶手故意留下的，而古田通过这些火柴也发现了些线索，这表明凶手想表现出某种公平性。阿伟沉默了，古田只好再次返回酒店寻找更多证据。这时助手过来了，他查到死者死前曾在前台买过一个棒球，但案发现场并没有找到这个棒球。古田决定亲自到地下停车场一探究竟，没想到在通风管附近意外发现了凹陷的痕迹，让助手顺着梯子上去一查，竟然真的找到了那个棒球。从上面的签名来看，阿伟确实有可能是凶手，可他这么大的人物是怎么在发布会前在拥挤的人群中到达地下的？边聊天，一个工作人员走向了逃生通道的电梯，这是一部货梯，没钥匙我们是上不去的，但古田还是让金泉尝试在电梯门关之前冲进去，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这下阿伟的不在场证明全被推翻了。
古田确认阿伟就是凶手，马上决定设个圈套给他。他让金泉去找阿伟的哥哥，故意透露说阿伟现在是头号嫌疑人。看着弟弟被这样怀疑，哥哥站出来承担了一切。古田趁机将哥哥带走，然后突然出现列举所有指向哥哥的证据。他说阿伟的哥哥已经承认替阿伟签名给死者。听到这话，阿伟突然慌了，抢过古田手中的棒球，说是他签的。他说古田的证据完全站不住脚，不信的话可以让专家鉴定签名。阿伟说他在房间签的名，怎么能算到哥哥头上？这时古田拿出购买记录，时间显示是晚上8点50，也就是说是死者离开阿伟后买的。而这个棒球是今天傍晚才发现的，他当时只说是哥哥帮忙签名，从没提过签的是什么。除了他手里的棒球，还有助手持有的球棒和手套。那么阿伟怎么会知道是棒球呢？那就是说知道棒球上有签名的就是凶手，也就是案发后把球扔到通风管道的人。听到这些，阿伟不再辩解，承认这场游戏他输了，承认那200张签名是哥哥准备的，但他自己没用过，因为他觉得比赛应该公平，所以他坚称这案子哥哥没关系，希望古田不要太为难他。每次下雨就有人死去，起初警方以为是意外，直到法医在死者体内发现死亡预告，意识到是谋杀，警方紧急行动，但他们还没找到线索，第2个受害者就已经出现了。这次也没有例外，肛门处又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纸条。随着离奇死亡的人数增多，周围的民众也开始恐慌了。一时间，关于鬼神作祟的谣言如潮水般泛滥在街头巷尾。有目击者曾看到一个健康的老人正在跑步，然而下一秒却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当场倒地身亡。每次都会发现的纸条激怒了上层，他们立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彻查此事。于是无奈之下，警方只好找到已退居2线的古田。可就在去警局的路上，助手又接到了新的死者消息。这次案发地点在河边，通过现场勘查，警方发现死者在死前头部曾遭到重击，但令人困惑的是，凶手这次仍旧没留下任何有用线索，唯独那个纸条每次都会出现。纸条上写着大凶之兆，这让古田感到非常困惑。他不明白凶手为何要连续杀人，他开始询问死者身上的共同特征。这时机智的西原说他发现死者的生日都对应不同的科学家。古田觉得这可能只是个巧合，但当他自己查看护检报告时，竟然笑了起来，因为他发现了什么。通过护检报告，他注意到填写法医一栏的都是同一人名黑岩。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古田立刻找到了那位法医，问为什么这几个死者会这么凑巧都是他来检测。听到这，老法医说他每天都要检查10几具尸体，就算是案件的尸体也是他来检测，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古田再次提问，指出这些尸体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他知道法医通常都只管自己负责的区域，这次法医解释说这完全是因为老一辈的教诲。他说要想得到后辈的尊敬，就要身先士卒。古田还没来得及回应，老头接着补充说，关于为什么特别要检查肛门，其实是因为那里测体温能快速估算出死亡时间，可眼下线索寥寥。古田只好让助手去查那位法医的不在场证明，结果出人意料，法医和助手那天都在岗，医院的同事能作证。西原在这时表示，就在古田查法医的同时，他们又收到了一具尸体，初步判断是凶手先灌醉了死者，然后启动车辆关紧窗户，想造成一种汽车内中毒死亡的假象。死者肛门处也发现了一张纸条。听到这，古田感觉不对劲，他指出车内空间狭小，再加上死者的体型，想要脱掉背带裤再塞纸条根本不可能，因此他认为这些都是死者死后才做的，因为不管怎样尸检都得过法医那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调查黑岩的理由。助手听后表示，法医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时间作案。古田旁边也没反驳，他同意助手的观点，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是被谋杀的，没出意外，所有受害者都是意外死亡，都是被送到法医那里后故意伪装成谋杀。古田接着说，他也摸不清对方的真正目的，并且对方今天可能没上班，如果没意外，今天应该不会有新案件。话音未落，警局电话突然响了，这次还是有人被害，不过与之前不同，这次的纸条是警方在现场找到的。看着自己的推断出错，古田到了现场并没有迷惑，反而不自觉地笑了出来。当所有人都在疑惑凶手的手法时，接手案件的古田却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通过尸检报告，他发现几具尸体的法医栏都填的是同一个名字黑岩，这意味着很可能是他在操控一切。尸检的时候，他把预告塞进了死者体内，也就是说这些尸体其实并非他杀，而是被黑岩故意伪装成谋杀的样子，只是现在我们还摸不清他的真正目的。这时候警局又传来了新消息，原来在古田吃饭的时候又发现了第6具尸体，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
这次是警方在现场直接找到了预告，这也就意味着之前的推测全被推翻了。面对这种情况，古田却不由得笑了起来。第二天他就找到了黑岩，直接问对方是否有能让人假死的药物。知道古田在怀疑自己，黑岩却不想回答，于是找借口说还有工作，匆匆离开。眼看古田似乎没什么进展，助手便把自己的调查结果说了出来，说死掉的第6个人曾经是前任议员的助手，而那位议员当时也是颇具名望的。可不久之后，议员突然死亡，当时警方一直认为是谋杀，但尸检报告却显示是自杀。负责那次检验的也是黑岩。听到这些，古田带着照片又找了过去。助手一上来就拿出第6个死者的照片，问他是否认识。见黑岩还是不愿意回答，西原就说据保安所说，死者1周前曾找过黑岩。可面对这种指控，黑岩不但不回答，还说自己实在是记不清了。看着黑岩这样故意拖延，西原又提出怀疑，认为议员的死是因为黑岩收了贿赂才被改写成自杀，而最近这些频繁的案件可能是为了掩盖议员助手的死而故意制造的假象。听完这一切，黑岩不但没感到害怕，反而变得更加嚣张，说如果真的怀疑他，就去找证据，别光靠推断就给人定罪。当几人再次回到餐厅时，西原又想起保安曾经说过，黑岩的助手似乎已经旷工了，这会不会和案件有关呢？并且根据目前的推理，既然所有死者都是黑岩伪造的，那他在挑选死者时就没什么特别的标准，因为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穿范丹裤实在有些困难。这时一旁的服务员却插了句嘴，称这哪里是什么范丹裤，这不就是背带裤吗？听了这话，古田似乎明白了什么。古田顾不上吃饭，急忙去找黑岩，偏偏这时候碰上黑岩在处理现场。黑岩一边谈话，一边要让古田看看车祸现场。古田一听，赶紧拒绝，转身把从餐厅带出来的鸡蛋放进了死者的手里，然后又掏出一张金泉的照片，问黑岩觉得这衣服怎么样。黑岩却说这不是金泉吗？他那丑样，背带裤也遮不住。古田无言，默默拿回鸡蛋，接着又拿出一封邀请法医的信，信里提到的正是那个死在车里的男人。他当时穿的就是背带裤，但信里用了个奇怪的词，叫范丹裤。罪犯的目标是伪造现场，他的方法是通过肛门塞入信件。为什么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偏偏选择一个穿背带裤的，这说明他根本没注意死者的穿着。这样一来，唯一的可能是死者被送进鉴定科后，被脱光了衣服，凶手才塞入纸条，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眼前的黑岩法医。黑岩听后并未否认，承认确实是自己塞的纸条，但这能说明什么呢？不能因为个人爱好就说是杀人证据。这时的古田确实没证据，但第二天黑岩的助手突然跳楼，他体内也有纸条，纸条上写着要赎罪，家里的遗书上写着所有案件都是他自己做的。但西原觉得有点不对，因为检验科说死者是前天死的，为什么今天才发现尸体？古田听后让西原去停护房查点东西，自己则直奔黑岩的办公室。这时西原也恰好回来，一进门就说事情正如古田所料。古田听后对黑岩说，自己终于明白为什么助手的死亡时间是前天，尸体却是今天才被发现，原因是这2天你刚好休息，如果尸体早被发现，就没机会再塞预告信了。至于这段时间尸体藏在哪里，估计只能是停护房了，因为我昨晚还特意找过黑岩，他那时正好在处理尸体，但其他人说昨晚根本没尸体送来，所以那具尸体不是别人，正是黑岩突然失踪的助手。听到这话，黑岩还是让古田拿出证据，古田却突然走到一旁，从西原那儿接过一份指纹报告，上面是死去助手的指纹，而这指纹是从昨晚的鸡蛋上取的。古田这时候说可以聊聊黑岩为什么要把助手的尸体藏起来吗？黑岩听后也吐露了真相，承认自己确实收了贿赂，并把一起他杀案改成了自杀。但议员的助手突然说要自首，我只好和助手合谋将他杀害。可我怎么也没想到，随着计划的进行，我的助手也开始慌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害怕事情曝光，我只好亲自动手。医院里没有藏尸的地方，所以只好暂时放在停护间。怎料这一举动正好让古田抓到了把柄。黑岩说到这里不再辩解，因为自己今天的下场也只能怪自己内心的贪欲了。